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骁龙出口阿根廷还有戏吗？美暗中出招，鹰慌了。中国军工的发展速度会令他们感到恐惧。西方专家声称，珠海航展上的歼 20B 战斗机透露了自己的所有弱点。俄专家说，这简直就是可怜的嫉妒，银河系中都没有类似物。与此同时，美国又开始担心中国枭龙战机出口阿根廷，歼20到底行不行？枭龙战机能不能出口阿根廷？今年珠海航展，大家发现歼20飞行非常保守。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回应说，以前飞得太猛了，今年上面要求保守一点，不要太吓人了就行。西方专家也在讨论珠海航展上歼20战斗机的示范飞行。西方专家指出，歼 20B 在珠海航展上展示了它的所有的弱点，这让怀疑论者进一步怀疑它是否应该被归类为第5代战斗机。有好事的美专家指出，如果不是隐身涂层，歼20是一架充其量属于4代半的飞机，没有超级机动性，因为航展上的飞行表演都中规中矩。在分析歼20在航展上飞行时，西方专家指出，战斗机显然缺乏动力，在飞行中，飞机显得笨重无力，特别是在执行高级机动飞行时。西方专家还说，最高机动没有展示，以便飞行时产生的问题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这些飞行表演也以最小的有效载荷进行，没有挂导弹，是不是动力不行？在这方面，有人认为中国歼20现在很难被归类为超级机动攻击战斗机。不过，一些俄网友认为，对中国飞机有什么奇怪的挑剔？回想一下，这些飞机本身就是中国开发商的新一代。尽管并非所有外国专家都愿意将歼20视为新一代飞机，中国人说歼20是4代机，那就是4代机，从来没有人垄断美国制定几代航空技术的标准。此外，从来没有人把飞机分成几代。事实上，按照俄国标准，歼20应该算第5代战斗机。应当指出，中国第5代战斗机歼 20B 的更新改装在珠海航空展上展出。飞机的特点是增加了内部武器舱，同时影响了战斗半径。由于油箱体积减少，歼 20B 的作战应用半径下降了约7%。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歼 20B 在没有升级的中国涡扇15发动机的情况下出现的最后一次航展。开发人员声称，到今年年底，这些引擎的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特别是有人透露，到2021年底，涡扇15在达到工作温度时，动力装置的推力矢量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俄网友称，西方专家居然说珠海航展上的歼 20B 战斗机透露了自己的所有的弱点，这简直就是可怜的嫉妒。正如他们所说，事实上，整个世界都会因为恐惧而颤抖。随着中国的这种发展速度，他们会更加害怕。俄网友认为，航展上歼20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弱点，而在于银河系中没有类似物，也不会有类似物。在这里，连苏57都上不了榜。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对飞机制造有强烈的紧迫感，正在不断向强国学习。俄网友认为，20年后，除非俄罗斯改变对工业的态度，否则俄罗斯将在武器市场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竞争对手。西方专家又说，中国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发动机制造。他们嘲笑中国的打印机只知道如何复制，但不知道如何融化和加工金属。这一观点马上遭到俄网友打脸。俄网友说：“看吧，中国柴油机被放置在俄罗斯的战舰上。根据一些报道，连俄罗斯的无人机上都有中国发动机。有关中国发动机落后的这个故事已经过时了至少20年，绝对不是真的。现在连俄罗斯都没有相当于涡扇15的发动机，你还敢说中国发动机落后？看来西方专家还是在拿20年前的老黄历来看中国。近日，珠海航展上一款现代化雷达产品引起国外媒体高度关注。这款由中电科14所研制的 YLC8E 新型高机动反引雷达首次公开亮相。据媒体介绍， YLC8E 是世界上第一种 UFH 波段反隐身雷达系统，也是世界上第一种将特高频米波雷达技术和主动相控阵雷达相结合的新型反隐身利器。据媒体介绍， YLC8E 反隐身雷达由一个水平天线和侧高天线组合而成，
采用2个扇形波束而非笔形波束实现3坐标的测量，也就是采用2维相扫和方位机械扫描的方式进行探测。这些天线被分布在一个面积巨大的金属天线正面上，可以在30秒内将3段式天线展开。分析人士指出 ，YLC8E 反引雷达在2维有源相共振的体制下，通过一系列设计上的修正和补充，让米波雷达测高问题的漏洞得到极大解决。YLC8E 反引雷达在俯仰上采用独立波束设计，结合地形匹配技术进行波束指向和形状优化，有效改善空域覆盖性能。特别是该雷达还针对测高问题进行了收发方向图的自适应联合优化，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系统的结构成本，减少了组件数量，即便是综合电子战水平差的用户，也可以有效地应对当今比较普遍的多方向综合有源干扰，让该雷达可以在强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发现和找到敌方 F-22、F-35等第5代隐身飞机和隐身导弹。众所周知，阿根廷在韩国碰壁后，将采购战机的期望投放在中国，选定的是中巴联合研发的枭龙战机。可眼下美国又不安分了，暗中出招，试图截胡。美军高层公开表示，将想办法加强和阿根廷之间的关系，并促使阿方获得美制战机，目的就是阻止阿根廷从中国进口枭龙战机。看来英国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他们虽然能阻止韩国出口，但根本阻止不了美国。与此同时，外界也开始担心，枭龙出口阿根廷还有戏吗？美国要出口战机给阿根廷吗？查理森在国会上表示，为了应对中俄在中南美洲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他将侧重加强和当地国家的军事交流。他希望和阿根廷发展关系，通过 FMS 渠道帮助阿根廷获得西方武器。目前，查理森已经获得美国南方司令的提名，一旦上任，他对中俄的态度肯定是强硬派。外媒得知消息后，在报道中分析，查理森此举针对的是阿根廷采购中巴枭龙战机。阿根廷艰难地求购战机之路，自从幻影战机荣退后，阿根廷空军部队长达6年没有喷气式战机，时间越长，对阿根廷国防就越有威胁。于是阿根廷开始到处打听别国战机，可问题是英国不肯放过他们。由于阿根廷和英国关系恶化后，英国发起制裁，要求涉及到英国技术的战机一律禁止出口到阿根廷。本来阿根廷和韩国展开了谈判，希望进口 TA-50战机。结果，该战机中的零部件也包含了英国技术，所以在英国搅局下，阿根廷和韩国的谈判不欢而散。接着，阿根廷对枭龙战机产生兴趣，阿根廷的想法被英国告知后，英国也试图阻挠，因为枭龙战机中配备的是英国公司的弹射座椅。但英国阻挠未必有效，因为中国早就掌握了国产弹射座椅技术，完全可以顶替到英国公司产品。外媒认为枭龙战机是目前阿根廷最佳的选择，不过军事设备买卖要想达成，过程肯定是不容易，因为军事交易不是普通买卖，给钱收钱就能成交的，其中掺杂了很多政治因素，就像英国为制裁一再阻挠阿根廷进口这样。另外，阿根廷从进口枭龙战机，中阿两国会针对培训、善后保养等问题进行长期交流。美国不想看到这一局面，因此才暗中出招，试图搅黄订单。枭龙出口阿根廷还有戏吗？和英国不同，美国对阿根廷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阿根廷经济这些年不景气，长期需要依赖于 IMF 求助，而 IMF 的掌舵者就是美国，所以一旦美国利用 IMF 威胁阿根廷，那恐怕中阿订单就真的危险了。中方还没有慌，英国倒是先紧张起来了。美国明知英国和阿根廷关系不睦，还要公开深化和阿根廷的关系，这压根儿没有将英国放在眼里。如果后期美阿关系变得亲密，那英国该如何自处？其次，美国要出口战机给阿根廷，按照阿英紧张关系，肯定会对英国军事构成威胁。英国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本来想通过制裁手段阻止阿根廷增强军事实力的，可计划硬是被自己的盟国给破坏了。其实美国向来如此，英国应该早就有所耳闻了。当初澳大利亚就是典型的受害者，澳大利亚听信美国撺掇，破坏中澳关系。后期澳大利亚痛失中国市场后，美国不但没有给予援助，还大肆抢夺原本属于澳洲的中国市场份额。
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动。在阿富汗问题上，英国公开指责了美军撤军行动，还称美国应该对阿富汗问题负责。当然，在这起事件中最倒霉的还是阿根廷。继韩国后，本来和我方谈得好好的，但是美国一插手，采购计划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美国说是要给阿根廷提供战机，但也没有给出具体时间。阿根廷空军部队或将又要进入等待模式了。更重要的是，接收了美国战机，很大程度要听从美国的安排。日后能否长期合作，主导权肯定是在美国手中。万一两国之间产生局域，美国撂挑子不干了，阿根廷又得走向寻求战机的道路。早年阿根廷有采购战机意向的时候，我国曾主动推荐枭龙战机，但那时候被阿根廷给拒绝了。现在受英国压力，不得不重新考虑枭龙，不过价格方面肯定是要比第一次推荐的要高。所以说，阿根廷迟迟没有收获战机，很大程度也是他们自己的原因。如果早点接受枭龙战机，后面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儿了。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